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么众所周知，今年呢是迪迦奥特曼25周年，万代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纪念的商品啊。前有热门话题的真骨雕迪迦，后面呢就有这款 Ultra Replica 终极复刻系列的迪迦奥特曼神光棒了。那实际上呢，在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UR 的神光棒，但那一款呢是很多年之前出的 1.0 版本，而今天这款 2.0 版本呢，在之前的基础之上啊，它在音效、玩法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升级。拿到手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玩法真的是比之前的 UR 版本要好很多啊。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25周年的 UR 2.0 神光棒，它各方面的素质表现到底如何吧。那首先在主体方面呢，我们自然是要拿出之前的 UR 1.0 版本的神光棒进行一个比较，左边打1，右边打2，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就在评论或弹幕里面把对应的编号打出来吧。实际上你可以发现这两款神光棒呢，在模具上它们还是有着比较高的相似程度的。比如说在这个地台部分，那你可以看到 1.0 版本跟 2.0 版本呢其实完全一样，区别只是 1.0 的这个颜色会稍微深上那么一点。然后在棒子这边呢，可以看到基础的模具也差不多的，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背面。那可以看到的是 2.0 版本呢，相较于 1.0 螺丝孔被填上了，而且 1.0 这里是只有一个按钮，但是 2.0 呢因为玩法很多嘛，所以它变成了3个按钮。合金含量的话呢，这个部分包括底下也都是合金的，二者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喇叭呢也都是坐在了这个地方。同时可以注意到这个神光棒的握柄处啊，那可以看到呢 2.0 版本它也是有这种仿大理石的涂装哈，但是呢相比较于 1.0 来说，它会更有一些光泽的质感，所以说这样看上去的话呢，我觉得 2.0 版本的手柄部分的大理石纹理涂装表现会更好一点。然后呢来看一下上面部分啊，这个金色的涂装呢二者是有些区别的。那么打开之后呢，来看一下内部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 2.0 版本呢这个部分啊，它是会有一个 LED 在里面的，但好像这样是更还原设定吧啊，好像是啊。然后从背面来看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从模具上来看，这两款神光棒呢相似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这个 2.0 版本呢，肯定是要比 1.0 在外观还原度上做得更好一些的。然后这次 2.0 版本的神光棒，如果你给它摇动的时候，可以听到手柄里面是有声音的啊，但这个说明书上其实也指示了，是它里面那个动作感应模块的一个声音啊，所以说这是正常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不废话，打开开关听一下开机音效吧。可以说这个开机音效还是很带感的哈。然后呢，前面不是说过它有一个那种像是动作感应的玩法吗？那么这次神光棒呢，如果你给它快速挥动的话，看它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啊，非常的还原剧中是吧？这个是 1.0 版本所没有的。然后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直接来变身，按动后面的按钮。OK，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光效呢，还是挺漂亮的。那么在变身完成之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侧的这个按钮，它会顺序播放5种音效。虽然这次没有收录大古的台词，但是迪迦的台词是有收录的。这个还是挺好的。然后呢，如果长按的话呢，是会有这个胸灯亮红灯的这个警告的音效。然后呢，如果再次长按，就是复合形态的必杀栽培利奥光线的音效，和 1.0 版本一样。那么 2.0 呢，也是可以切换形态的，按下中间的按钮。这个时候就变成空中形态了，然后我们再按下右边这个按钮。依然会响起5种迪迦的这个台词啊，然后我们再长按，一样是计时器音效，再长按就是必杀。这个就是空中型的必杀兰帕尔特光弹的音效，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好，光效变成了红色，也就是大古快乐型强力迪迦。然后这个形态下呢，
啊，一样也是有5种这个台词音效的啊，迪迦奥特曼的。然后再按一下，啊，长按还是凶灯音，再长按。好，这个是强力型的必杀迪拉修姆光流的音效。然后呢，在3种形态都切换完成之后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再按一下，啊，又回到了复合形态啊。那么如果我们长按一下中间这个按钮的话呢，可以听到一个迪迦飞走的音效。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也就是这个神光棒一个变身解除的音效了。那么实际上在变身完成之后呢，你通过按下中间按钮不同次数是可以从3种形态之间随意切换的。不过这个比较复杂，你们就大概看一下说明书，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变身姿势的这个变身模式啊。那么就是在普通模式下呢，我们要长按一下右边的按钮。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对应的声光效果响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变身了。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首先我们要快速的把神光棒往前伸，然后按一下中间按钮。这个时候它并不会响起这个变身的音效。接着再把它拉回来，然后在空中画一个圈。下面我们解除变身。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等身大变身模式啊。那么要触发这个模式呢，要再次长按右下角的这个按钮。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灯光呢，它是闪了3下的。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首先要快速的将神光棒推远，然后按下中间按钮，接着拉回来，再按一下。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完成了用神光棒变成等身大迪迦作战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模式啊。顺带一提啊，在这些特殊变身模式之下，变完后的迪迦默认都是复合形态嘛，所以它的这个玩法呢，什么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来切换下一个模式，首先依然是解除变身，那么再次长按一下右边的这个按钮。这个时候呢，就切换到了闪耀迪迦的变身模式。那么在闪耀迪迦模式之下呢，我们首先按下右边的按钮，这个时候呢，神光棒就会响起在剧中就最后打那个加坦杰厄的时候，那个迪迦被孩子们的光芒填满时候的音效。那么这个音效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50秒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次按下右侧的按钮，好，可以注意到这个音效改变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剧中啊，那个光向着大鼓集合时候的音效。这个音效比刚才还要长，这个音效大概有60秒左右。OK， 那么在这个音效结束之后呢，我们按下中间的按钮。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闪耀迪迦的一个变身音效了。那么在变成闪耀迪迦之后呢，我们按下右侧的按钮，也是会响起5种这个迪迦的台词啊。然后我们长按右边的按钮，那这个时候呢，它会顺序播放4种技能的音效。我们再长按一下，听一下第2种。第3种。第4种。
这4种必杀技的音效还是很还原剧中的，就是最后打加坦杰厄的时候那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再次按下中间这个按钮，它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光之音的这样子一个音效。然后呢，我们长按这个按钮解除变身。这个时候就是它这个神光棒变成石化了之后的那个音效。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呢，你长按中间这个按钮，可以看到，不会触发任何变身音效，因为这个时候呢，理论上我们的神光棒也变成石头了啊，这个是非常还原的啊。那如果在这个石化状态下，你想唤醒这个神光棒，重新让它变成闪耀迪迦的话呢，你就再按一下右边。这个时候就可以变身了啊！这个玩法真的很好玩。然后我们在闪耀迪迦模式下，我们再次长按一下右边按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回到了一个初始的变身状态。那这次25周年的神光棒呢，它是收录了原作 BGM 的，可以看到一共有19个。那么触发的方式呢，就是按下这边的按钮来触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多啊，而且就基本上正片中有的这个音效，它都有了。这个也有，哈哈。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它这次没有收录那个 OP， 我估计可能是版权方面的原因，是吧？那么它还有一个跟 CSM 非常像的一个玩法，就也有一个 BGM 的预约的功能。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玩法就是，比如说你在播放哪个 BGM 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想要，对吧？那么我长按一下左边的按钮，然后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它有一个蓝色的声光效果，就代表这个 BGM 被你预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按下变身按钮。好，它跟 CSM 一样，就是会在变身完成之后播放对应的 BGM。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好，是不是感觉非常有代入感呢？是吧？然后比如说，如果你预约了一个你不想要的 BGM， 怎么解除呢？也是长按一下右边这个按钮。它有一个红色的光效会给它解除掉。那如果你在没有播放任何 BGM 的情况之下，你长按一下这边的这个按钮，它也会响起一个 BGM 的预约的声光效果。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变身的话，它会在这个变身的同时播放出这个对应的专属 BGM 就这一个。那么还没完啊，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在线特定剧集的一个变身模式。在通常的变身状态之下呢，我们长按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按钮。可以注意到它这时候会响起这个音效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再现出49话之中的一个变身模式。那在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首先向右下方快速移动神光棒。这就是49话的一个变身模式了。那么变身完之后，这个玩法都跟之前复合形态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解除变身，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再长按左边右边按钮。你可以注意到它这个时候呢就切换回了正常的普通变身模式。然后我们再长按一下右边按钮。这时候是变身姿势变身，再长按。然后它亮了2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再现出第15话的一个变身姿势了。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先伸直手臂，然后快速收回手臂，用手挡一下，然后这个时候，OK， 就是第15话的这个变身音效。
然后解除变身，然后我们切换到下一个模式，这个是等声大变身，然后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它亮了3次。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就可以再现出第5话的等声大变身的音效了。首先我们先向右侧平移这个神光棒，然后快速收回手臂。那么刚才介绍的那些呢，就是模式 A 光之继承者，也就是你正常打开开关之后的所有玩法。但实际上这次神光棒呢，它其实是有3种模式的。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模式 B 邪恶迪迦的玩法。那么这个模式下呢，就是你在拨动开关的时候呢，是需要长按左边按钮的。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再现出正木从大古那里抢来神光棒，然后变成邪恶迪迦的场景了。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它也是有 BGM 的，但是比较少，只有3首，我们来听一下。同样也是有这个 BGM Standby 功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变成邪恶迪迦。首先我们按一下右边的按钮，它这个时候呢会响起一个大概是40秒左右的电磁波的这样子一个音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按下中间的这个按钮。这个时候就变成邪恶迪迦了，然后播放这个 BGM 呢，也是刚才我们预约的那个。那么在变成邪恶迪迦之后呢，我们按下右边的这个按钮，最后这个音效也是会响起这个5种邪恶迪迦的这个算是台词是吧？然后呢，我们长按右侧按钮，也是会有这个计时器胸灯亮红光的音效。然后再长按一下，是它这个发必杀的音效。然后呢，我们按下中间的按钮，它会依次触发5种音效，我们来听一下是什么。是它那个小怪兽盖迪的音效。我天哪，还有邪恶迪迦打那个盖迪的音效。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音效收录的很良心，而且也让人感觉到挺揪心的吧。那么刚才呢，就是模式 B 邪恶迪迦状态下的一个全部玩法介绍了。下面呢，我们来切换成模式 C， 也就是再现了戴拿奥特曼以后作品里面迪迦奥特曼登场的这个场景。那么它切换的一个方式呢，首先就是在你拨动开关的时候，按下右侧的这个按钮。这个开机音效非常的带感啊。那模式 C 呢，官方叫它光之再临，这个状态下它也是可以播放 BGM 的。但这个 BGM 呢，它只有1首，同时也可以预约这个我们就不演示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呢，你是可以选择把它这个动作感应的功能关掉的。那么就是在你变成这个模式 C 的时候呢，它在响起这个音效的时候，按中间按钮。可以注意到它这个是音效，这个时候呢，它的动作感应器就被关闭掉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在光之再临模式下呢，它是有4种变身音效的。启动时候呢，默认它是第1种。那么这个模式呢，就是迪迦奥特曼和戴拿奥特曼的剧场版光之星的战士的变身音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那么按下右侧按钮，它会响起持续时间大概是60秒左右的这个光聚集产生共鸣的这个音效。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按下中间的按钮，
那么变身完成之后呢，它这个 BGM 啊，可以听到也是有的啊。那么我们把它长按，会响起一个变身解除的音效。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长按右侧按钮，可以注意到 LED 闪2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迪迦戴拿盖亚超时空大决战的一个变身音效。好，我们来听一下。那值得注意的是，在4种模式之下呢，你变哪种模式，它对应响起的这个 BGM 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模式之下，好，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对吧？然后我们长按一下解除变身，然后下面呢，我们再长按一下右侧的按钮。好，这时候 LED 亮3下，就切换到了大决战超奥特8兄弟那个非常经典的剧场版的变身音效。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它的 BGM 也是有不同的。好，你一样可以在这个模式下使用这个 BGM 预约的功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变身啊。那我们先按一下右侧的按钮，它会响起一个神光棒出现的声光效果。那么这个模式之下的变身呢，是需要用到动作感应的。我们快速伸直手臂，然后收回来，转动一下。因为刚才是有 BGM 预约的嘛，所以说变身之后呢，会响起对应的 BGM。然后变身完成之后，它的这个玩法都跟之前介绍的复合形态呢也差不多，我们就不赘述了。解除变身。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按下右边的这个按钮。可以注意到这次 LED 呢，它是闪了4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 X 奥特曼剧场版的这个变身音效了。我们首先按下右侧按钮。它这时候会响起一个持续时间大概是40秒左右的神光棒出现集合光的那个音效哈。然后呢，我们按下中间按钮直接变身吧。OK， 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听一下它的 BGM 有什么区别。好，跟刚才是不一样的。然后在 X 奥特曼剧场版的这个模式之下呢，它的变身解除音效也是比较长的。OK， 那么到这里呢，这款25周年版本的 UR 神光棒就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可以发现，不管是在声光玩法，还有在外观的还原度方面呢，相比较于之前的 1.0 版本来说，都是进行了全方面的提升的。所以，不管你之前有没有买过 UR 1.0的神光棒，我觉得这款2.0版本呢，都是你不容错过的。另外，虽然我手上这款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有部分玩家表示拿到手的这款25周年神光棒呢，有一些质量方面的小毛病、中奖什么的，所以说厂商的这个品控啊，以后可能还需要多多加强哈。另外，我最近为了做这个神光棒测评，又把迪迦奥特曼重新看了一遍，哎呀，我觉得这个剧情真的是太好看了，经典不愧是经典啊！再看看现在的特利迦，哼，什么玩意儿？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记得多多点支持一波，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